2023年，挖家替挖粉们实测过非常多商品，也保护了很多脑波弱粉丝的荷包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挖家实测过这么多商品，到底哪9样是最不值得买的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第一样是这个斜取式收纳箱，这种收纳箱是很多人心中难用的第一名。斜取设计加上盖子防尘，乍看之下好像很方便，但殊不知这样的设计让收纳盒直接变成无底洞。又斜又深的开口设计，在拿取物品时很难伸到底，一些小物品若是放进去，可能就很难翻到了。偏偏这种箱子通常都会堆叠使用，要搬开也很困难。而且你看，要是物品体积大一点，拿取的时候可能还会卡住，要用力拔才能拿出来。可能有挖粉会问，那如果需要堆叠使用，又想方便拿取怎么办？你可以选择这种侧开式的收纳箱。平面侧开，没有斜度问题，一样可以堆叠，但一眼就能看见相连的物品，拿取也方便很多。有些侧开式收纳箱有出折叠款，不用的时候收起来，小小一片，很好收纳。这种收纳箱虽然可堆叠，但有些材质比较软，压了会凹下去，负重没那么好，选购时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侧开式收纳箱还是让你不满意，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抽屉式收纳箱，一样具有可堆叠性，一样可以从侧边取物，抽屉整个拉出来，不管拿或是放都很方便哦。第二个是 DIY 组合鞋盒，虾皮一个15块，相信应该有不少人买过，而且买回家以后都很懊悔为什么乱花钱吧。这款鞋盒标榜的是组装方便，就像是组装纸盒一样简单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卡榫的地方很难对齐，花了一点时间才组装成功。而且组装完仔细看，这个盒子也太软了吧，一点都不硬挺。把鞋子装进去后堆起来看看，天哪！因为鞋盒太软的缘故，歪七扭八的随时都会倒，真是太让人崩溃了。但是已经买了好多个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你还可以拿来收这些东西。这种收纳盒耐重容易变形，适合拿来收一些比较轻的东西，例如茶包、冲泡咖啡这类重量轻又容易零散的物品，也可以拿来收纳口罩或是一些医疗用备品，放在玄关拿取方便，只要不当成鞋盒用，也是能好好被利用的。第三个是看起来很厉害的食物保鲜托盘，这种设计以往看见都是拿来收纳银饰品，因为密封性的关系，隔绝与空气接触，可以减缓氧化作用。一样的概念应用到食物上，应该也可以延长保鲜期吧。托盘扁平，使用后还可以堆叠，看起来超级方便。但实际使用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啊！我们放进少量的蛤蟆，盖子却已经扣不起来了。原来想试试看能不能利用反面盖盖看，结果不行。事实证明，这款保鲜托盘可以容纳的分量有点小。蛤蟆不行，那我们换鸡翅跟蔬菜试试看。鸡翅勉强可以盖起来，蔬菜的话，如果散落到四周，盖子就会扣不起来，要把蔬菜集中到中间才行。但这个分量煮起来根本只有2-3口，完全不够吃啊！再来堆叠看看，盘子不太稳，会摇摇晃晃的。总结，这款保鲜托盘东西多就会盖不起来，虽然可以堆叠，但却很不稳，容易倒塌。中间的保鲜薄膜真的只有薄薄一片，要是包到骨头之类的尖锐物品，可能就会被刺破。结果这个托盘只能当备料盘用，真的有够雷。第四个是这个手压切蒜器，相信不少人都看过这个广告，拍一拍就可以切出蒜末。然而实际使用后的心得完全超级大不推，这真的是一个不仅派不上用场，反而更浪费时间的东西。碎末用的刀子是不锈钢片，不是刀子，减少了刮伤的疑虑。中间套在刀模中的隔板超容易掉，实际使用给你们看，看我拍，咦，蒜头怎么越拍越少？打开盖子一看，全部都卡在刀模上，还要用筷子抠半天，真的是气死人。后来有网友反映是我们使用错误，于是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将隔板反过来装，但是完全卡不住，一不小心就会掉。不管了，实际再拍一次蒜试试看。上次网友说是我们拍得太慢太小力，你听，这次我们很尽力快速且用力的拍打了，但
但蒜头还是越拍越少。来，打开看一下。唉，蒜头还是都卡在刀模上。我一直的称赞的是因为反过来装的板子，让我们不再需要拿筷子抠蒜头抠半天。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切蒜末的话，还是建议买其他切蒜器，真的不要花冤枉钱买这个难用又费力的商品了。第5样是蔬菜卷花器。这一根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，据说可以把蔬菜切成螺旋状，好像很有趣。但这是塑胶做的，真的好切吗？先拿小黄瓜来试试看，先把其中一头切平，把中间这个芯旋转插到小黄瓜里，固定好之后可以开始旋转，绕一绕，真的就开始切片了，好酷哦！让我们继续转，真的有切成螺旋状耶，成品看起来像是弹簧，超可爱的啦。接下来我们试试看小颗马铃薯，看能不能变成夜市卖的那种旋转马铃薯。才开始旋转，马铃薯片马上就断了，甚至还会空转。如果想要切到马铃薯，就要手压着刀片切，但这样不仅很难切，还有可能不小心割伤手。最终，小编们一致认为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趣的小玩具。一些比较软一点、不那么宽的食物，应该可以成功切成螺旋状，价格也不贵。图新鲜的人可以买回来玩玩看，但通常应该玩过一次就会放着了。毕竟把食物切成螺旋状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第6样一样是厨房用品，当然虾壳剥除器。这个东西在脸书广告跟虾皮上都被吹捧的超神奇，现在甚至出了 2.0 版本，直接改成不锈钢制，已经不是塑胶制品了。如果你是爱吃虾但讨厌剥虾壳的人，千万要忍住别买这东西。第一个要吐槽的就是使用这个商品时，一样要碰到虾子的这个大重点。先把虾头剥掉，把长长的夹子插进虾壳跟虾肉中间。生虾软软的有点难插，对准要花上一点时间，而且因为夹子厚度的关系，其实没办法插到底。虽然按压后肉跟壳分开了，但没办法真的完全分离，要重复2次动作才能真正剥干净。而且剥起来的虾肉有点烂烂的，食欲就减少一半了。换成熟虾试试看，因为肉质比较硬，更难操作了。虾肉一样被插得烂烂的，真的有够丑。手上一样有虾味，还不如用手剥虾更方便、快速又美观。这种雷品真的奉劝各位别乱买。第7样，不沾手零食夹，烂到最高点的商品，长得有点像小朋友学习筷，使用方法要像这样用手指扣住，跟平时拿筷子不一样，扣在环上后，用手指的力道去夹起饼干。实际夹饼干看看，刚开始夹蛮顺的，但后来发现夹子竟然会歪掉，一歪掉就夹不起饼干了。而且如果不看着夹，其实很难准确夹起，这样就失去一边追剧一边耍废吃零食的意义啦。而且饼干快吃完的时候，手一样要伸进袋子里，一样会碰到袋内的油污，感觉用这个夹子有点多此一举。换个角度想，吃完零食吮指也是一种乐趣，就先不要瞎买了，双手万能啦。第8样，这个衣架相信很多人买过吧，可以横着挂，也可以旋转成直的，能帮衣柜省下好多空间。实际使用看看，打横使用的时候，衣服挂上去马上失衡，左摇右晃的完全不 OK 耶。让我们努力挂好衣服，尝试像广告一样转直节省空间。虽然是有8分类似，但实际使用过才知道，这样的挂法，衣服容易跟其他件挤压，不仅不好拿取，柜子要是不够高的话，也根本无法好好使用。而且，通常想要挂着的衣服，大多都是大衣或衬衫等不想挤压到的衣服。这个如果拿来挂小朋友衣服或宠物服，可能会合适吧。这个外形像蚊香的铁圈，其实是个晒衣架。看看照片，把被子这样套进去晒，可以节省好多空间。先来试试看大毛巾，光是要套成螺旋状，已经让人有点失去耐性，更别说是晒被单或是厚棉被了。洗好的被单重量比较重，套上晒衣架，整个歪歪斜斜的，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。
而且若是遇到气候不佳的天气，中间的部分会完全晒不干，累积湿气后反而让被子有霉味，还要重洗一次，超麻烦。这款还是推荐拿来晒晒毛巾这类比较小的布制品，或是搭配夹子晒袜子、手帕等小衣物都还 OK。但如果是想买来晒被单，请赶快取消订单，不要浪费钱了。最后教大家一个超简单的晾被单方法，拿出家里就有的普通衣架，抓住被单其中一边，像这样从衣架中间穿过去，套到衣架上面。不必用夹子，只要像晒衣服一样套起来就好。把被单两边撑开，大面积铺平就能快速晒干啦。这可是洗衣店老板传授的秘技，还不赶快学起来？今天总结了9样大家最可能被吸引购买，但是又真的超级雷的商品，有没有你已经入手的？明年蛙家依然会帮大家把关，实测商品好用度。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商品，不妨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技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